宝终于给自己出生400天的纪念版冰块舞化了。其实这还要感谢圣希阿姨，因为圣希阿姨看姐妹俩啃了半天冰块都没化，圣希阿姨给带有小苹果的2块冰块拿去了饮水盆，给其用水冲了冲，这样冰块就会化得更快一些。圣希阿姨重新将冰块递给姐妹俩后，辉宝这里的冰块很快就化了。辉宝拿到小苹果后，转身看向圣希阿姨，跟圣希阿姨和姐姐炫耀自己有多厉害。而瑞宝看到妹妹都给小苹果拿出来了，瑞宝这里更卖力了，对着冰块舔个不停。瑞宝想要和妹妹一样，赶紧吃到小苹果。不过此时吃到苹果的辉宝似乎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不太满意，嘴里小苹果吐了吃，吃了吐。因为被冰冻过的小苹果远没有新鲜的苹果汁水丰富，但是它却又带有苹果的甜味。辉宝觉得如果不吃就太浪费了。而就在这时，瑞宝这里终于给冰块舔化了，给小苹果拿了出来。瑞宝拿出小苹果后没有声张，而是偷偷藏在了手心里，自己偷偷吃。这样吃完小苹果没事干的辉宝走时都没有发现。辉宝无聊地爬到了树墩上，而瑞宝这里则是扭过头去偷偷吃着。而圣希阿姨这里去拿来了竹子，这是给爱宝准备的，同时还有一根大胡萝卜。圣希阿姨想了一会儿，打算还是给其先带走，等一会儿爱宝来了再给，防止姐妹俩偷吃了。就在姨姨们以为福宝的蛋糕在外面摆2天就会被扔掉时，谁知今天姨姨偶遇了江爷爷，正在为福宝的蛋糕翻新，将之前蛋糕上枯萎的花全部换成了新花。江爷爷对福宝的偏爱真是明目张胆啊！宝家每个成员的蛋糕在生日完事的后一天就被清场了，唯独福宝的生日蛋糕现在都快过去1个月了，依旧摆放在这里。江爷爷这是打算给福宝的生日蛋糕打造成一个景观呀！江爷爷对福宝的应援真是肆无忌惮，而且现在福宝已经回国了，这就跟在自己动物园发其他动物园的宣传单变相让游客们去中国看福宝。不知道爱宝乐园馆长会不会挠头，但这里是熊猫馆，江爷爷做事儿也不会被人管理，因为在熊猫馆江爷爷最有话语权，别人谁说都不好使。江爷爷说放这不能搬走，那谁都搬不走。江爷爷对福宝的爱真是没人能解释得清楚。对于之前江爷爷去中国看福宝时，都认为福宝见了江爷爷没有明显的互动后，江爷爷会伤心，会对福宝的感情有所衰减。但江爷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根本不会，而且对于福宝当时跟自己的互动，江爷爷也有作为饲养员专业角度的理解。江爷爷表示，当福宝听到自己声音后，能在深度睡眠中醒来，惊奇地抬头看向自己，这就是福宝还记得自己的表现。而第2天福宝还没等吃饱就来看自己，当自己和福宝对视上时，江爷爷表示那个感觉令自己很揪心。福宝在江爷爷心里地位永远不会变，也没有谁可以代替福宝在江爷爷心中的地位。江爷爷和福宝有现在的关注度都是相互成就的，同样的福宝的心中也一定不会忘记江爷爷的。瑞宝今天爬上了福宝姐姐的大树，以后福宝不会再出现在园区了，而瑞宝这在树上的样子像是福宝的接班人，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熊猫出现在这棵树上，但不会再是福宝了。瑞宝在小树上仔细嗅着上面的气味，瑞宝微笑的小脸看上去很开心。不知福宝有没有在小树上留下写给妹妹的信件，如果有的话，福宝应该会说让2个妹妹照顾好妈妈，爷爷们也老了，不要太调皮。园区外如果有姨姨和自己挥手打招呼，记得要回应。福宝的叮嘱就像是远行前妈妈对自己孩子的叮嘱。而眼前这棵小树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和改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最开始时，这棵小树只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杈，后面爷爷们觉得小树太单调，于是将爷爷亲自挑了一棵大树，将其砍断，然后在园区数名员工的努力下，将这棵大树搭在了福宝2棵小树之间，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木桥。不过独木桥有了，但福宝面对这独木桥有点不太敢走，而且如果一不小心还有掉下来的风险，所以福宝只敢躺在上面。将爷爷发现了福宝这一现象后，便给独木桥中间部分给其进行了加宽，这样缩短了福宝攀爬独木桥的距离，从而还可以让福宝爬到一半时休息一下。而有了这次改造后，福宝在独木桥上也变得大胆起来。就这样，福宝在这根独木桥上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直到瑞宝和辉宝长大，来到室外园区玩耍。爷爷们给福宝树上的独木桥拆了下来，放在了小木床与小亭子之间，这便是现在的模样。而现在不光小树发生了变化，树上的熊也变了。树上的熊不会再是福宝了，以后上面的可能是辉宝，也可能瑞宝亦或是爱宝。瑞宝坐在树上这惬意的样子，看来瑞宝这是做好接任福宝姐姐做园区大姐的准备了。宋爷爷今天给姐妹俩制作了一个竹子胡萝卜的小伞，
宋爷爷将竹子小伞递给了正在小木床上的瑞宝。瑞宝拿过竹子小伞来后，先是被上面的胡萝卜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瑞宝对着竹子伞上面的胡萝卜就是一大口。宋爷爷贴心的帮瑞宝扶着竹子伞，让瑞宝放心啃。看来瑞宝以后也会是一只爱吃胡萝卜的大熊猫。除了瑞宝以外，辉宝对胡萝卜也很感兴趣。前2天姨姨还拍摄到辉宝偷妈妈胡萝卜的视频。要不是爱宝来得及时，胡萝卜高低要被辉宝在上面留下2个牙印子。现在2个爷爷照顾瑞宝和辉宝，就和照顾人类小孩一模一样。说爷爷们给瑞宝和辉宝当成了自己的亲孙女，真是一点也不为过。看将爷爷和姐妹俩玩耍时的这眼神，别提有多宠溺了。而瑞宝和辉宝有了爷爷的照顾，爱宝现在的生活也很是悠闲。看爱宝趴在小滑梯上，这舒适惬意的模样就知道了。爱宝的嘴角不自觉的上扬，真是可爱。爱宝不愧是爷爷口中大熊猫界最漂亮的大熊猫。辉宝瞄准宋爷爷就冲了过去，想给爷爷来一个突然袭击。不过宋爷爷早就发现辉宝了，刚好手里有把竹子，宋爷爷顺势用竹子给辉宝挡住了。辉宝离宋爷爷的距离就差2寸，辉宝使尽全力，但辉宝就是够不着。由于辉宝太调皮，宋爷爷直接给辉宝挂到了树上，罚辉宝在树上罚站。这一下辉宝没办法了，一脸委屈的求爷爷放过自己。宋爷爷听到自己孙女的撒娇，根本抵挡不住，便给辉宝放了下来。而随着爱宝这几天连续在室外园区营业，爱宝对在室外园区的生活是越来越自在了。爱宝在小木床上吃饱后，便开始在园区散步。室外园区不仅空间大，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不过现在只是爱宝能出来玩，双胞胎还不能出来。晚上宋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此时辉宝正在树上卡住了，一时下不来了。于是宋爷爷便趁这个功夫赶紧收拾竹子，不然一会儿辉宝给自己挣脱出来，爷爷的工作量就变大了。不过辉宝灵活的身姿没过一会儿就给自己挣脱了出来。辉宝上来就抱住了爷爷的大腿，开始跟爷爷撒娇，想让爷爷拖着走。爷爷一抬脚，辉宝摔了个大跟头。宋爷爷赶紧趁这个功夫收拾几根竹子。现在姐妹俩的体重已经快接近40斤了，力气也越来越大。有时爷爷让其抱住后也无能为力，如果让姐妹俩应激了，还会不小心让其咬伤。而辉宝一直捣乱，于是便给辉宝挂到了树上，让其自己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辉宝被突然的挂在树上也蒙圈了，在树上一动不敢动。一会儿宋爷爷离开，爱宝走了进来。爱宝刚走进来就发现辉宝正在树上玩耍。爱宝显然不想让辉宝爬树，害怕辉宝摔伤，于是便打算给辉宝拽下来。辉宝犯的错只能由爱宝来收拾，别人都不舍得打。一会儿爱宝离开，辉宝又悄咪咪的爬了上去。辉宝真是人小鬼大。今天爷爷给瑞宝和辉宝的盆盆奶拿到了园区里来吃，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在园区吃盆盆奶。想必爷爷们是因为心疼爱宝，所以才这样的。因为福宝隔离后，爱宝现在就要营业一整天了，再加上还要带孩子，同时还要给2个孩子喂奶。爷爷怕爱宝吃不消，因为姐妹俩现在的活动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也越来越调皮，现在都敢顶撞爱宝了，不再是只会挨揍的小熊猫了。只是现在和妈妈的实力比较悬殊，想打又打不过。但姐妹俩现在打不过，懂得要跑了，开始和妈妈打游击。妈妈累了就上去折腾妈妈，妈妈恢复体力，自己就转头就跑，跟妈妈打得有来有回。所以这才在园区里额外给姐妹俩加餐，这样姐妹俩吃饱后便不会再折腾爱宝了。爷爷们真是站在动物的角度上替他们考虑啊，没有一味的将他们当成挣钱的工具，而是在真真切切用自己的感情去照顾他。就这样，瑞宝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吃饱了。姐妹俩现在真的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瑞宝喝完后将爷爷给其擦了擦嘴，然后离开。姐妹俩现在不仅爱宝看了头疼，爷爷们也开始头疼了。园区开始出现姨姨们之前想看的满园区抓熊的画面了。爷爷和辉宝在园区的草地上打闹，辉宝在爷爷手里像是个皮球一样被爷爷推来推去。相比于爱宝的抗击打训练，爷爷这2下只会让辉宝感到开心，不会感到疼痛。辉宝被爷爷推开后，不服气的继续扑向爷爷。辉宝死缠烂打的抱住爷爷的大腿，将爷爷想拉都拉不开。就算给辉宝弄开，辉宝也会紧接着再爬起来去追爷爷。将爷爷这欲擒故纵的手段，想必是从福宝那里学来的吧。跟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将爷爷拿来扫把，给爱宝收拾铲在园区里的青团。而辉宝这时看到爷爷又来了，又激动的跑了过去，跑到一半还差点给自己摔下去。辉宝喜欢黏着爷爷，而且对于爷爷的捉弄也不抗拒，反而感到很开心。